城市里有一家很特别的咖啡店，店长叫安宇，他喜欢做咖啡，也喜欢听故事。安宇的店名叫世界角落，店面虽然不大，但是非常温暖，大家喜欢来这里。每天有很多外国人来这里喝咖啡，他们都在学习汉语，想要在中国生活和工作。安宇觉得语言是一座桥，可以认识不同的人，所以他每天都在店里和客人聊天。星期一的早晨，阳光很好，一个金发女人走进咖啡店，她看着菜单，有些紧张。安宇笑着问：“早上好，你想喝点什么？”女人慢慢地说：“我要一杯拿铁。”安宇问：“你的汉语说得很不错，你是哪国人？”女人开心地笑了，眼睛很亮。她回答：“我是法国人，我叫露娜，我刚来中国3个月，汉语还不太流利。”露娜说：“法国的咖啡很有名，但她喜欢这里的气氛，她每天都来这里练习听力。”安宇给了露娜一杯热拿铁，并在杯子上画了一个笑脸，写着：“欢迎来到中国。”第二天下午，店里来了一位男士，他戴着眼镜，手里拿着一本很厚的汉语词典。他坐在窗边，点了一杯绿茶。他一边喝茶，一边认真地在笔记本上写着汉字。安宇走过去，轻轻地问：“你好，需要帮忙吗？你在看什么书？”男士抬起头，他用流利的汉语说：“你好，我在复习汉语考试，我叫健太，我是日本人。”健太告诉安宇，日本的汉字和中国的汉字很像，但发音完全不同，所以很难。安宇坐在健太对面，帮他读了几个难懂的句子。健太很高兴，说下次还要来。几天后，店里又多了一位新客人，他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，说话声音很大。他对安宇说：“老板，我要一杯美式咖啡，还要一块巧克力蛋糕，谢谢。”安宇把咖啡和蛋糕送过去，好奇地问：“你真有活力，请问你是哪国人？”女人笑着回答：“我是墨西哥人，我叫索菲，我非常喜欢中国的食物和天气。”索菲说她的汉语是在网上学的，她喜欢和别人说话，因为这样学得最快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这3个外国人变成了咖啡店的常客，他们几乎每天都来。可是，他们都在不同的时间来，所以互相不认识。安宇觉得这有点可惜。有一天周末，外面下起了大雨，天气很冷，很多人都跑到咖啡店里躲雨。露娜、健太和索菲竟然都在同一天下午来到了店里，但是店里已经没有空桌子了。安宇看到他们，心里有了一个好主意。他走过去，对他们3个人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们愿意坐在一起吗？那张大桌子还有3个座位，你们可以一起练习汉语。”露娜点点头，健太说：“没问题。”索菲高兴地说：“太好了，我喜欢认识新朋友。”
他们坐下后，一开始有点安静，大家都不好意思说话，只是低头喝自己的咖啡。安宇端来一盘饼干，放在桌子中间。他说：“这是免费的，希望你们聊得开心。”索菲最先开口，她拿起一块饼干，对露娜和健太说：“你们好，我是墨西哥人。”他看着他们，好奇地问：“请问你们是哪国人？你们来中国多久了？”露娜微笑着说：“我是法国人，我来这里3个月了，我觉得汉字很难写。”健太推了一下眼镜，说：“我是日本人，汉字对我来说不难，但是发音很难。”索菲大笑起来，我觉得都不简单，但是学习外语真的非常有意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雨停了，但是他们没有离开，而是继续热烈的聊天。他们用不太完美的汉语分享着各自国家的故事。他们聊了音乐、电影和工作。露娜教大家说简单的法语，健太介绍日本的茶，索菲则描述了墨西哥的海滩。安宇在吧台后面看着他们，觉得非常感动。这正是他开这家咖啡店的梦想。第二天，安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大海报，上面写着“世界文化交流夜”。海报上说明，每个星期五晚上，大家可以来这里喝咖啡，认识新朋友，说汉语。露娜看到海报，兴奋地问安宇：“我可以帮忙准备吗？我能做一些法国小吃。”健太也主动说：“我可以带几本好看的画册，给大家介绍日本的传统文化。”索菲更不用说了，她大声宣布：“我要带我的吉他来，教大家唱西班牙语歌。”安宇感谢他们的帮助，大家开始一起布置咖啡店，把店里打扫得很干净。终于到了星期五晚上，咖啡店里挂满了彩色的小灯，放着轻松的音乐。店里来了很多人，有美国人、韩国人、德国人，也有很多本地的中国人。大家进门的第一句话都是微笑着问别人：“你好，请问你是哪国人？”露娜穿着漂亮的裙子，端着她自己做的点心，请大家品尝。大家都说很好吃。有一个英国小伙子吃了点心，用汉语说：“太棒了，你的手艺真不错。”健太在另一边给几位中国学生看他的画册，他们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。健太教他们怎么用日语打招呼，中国学生则教健太怎么写复杂的汉字。突然，索菲抱着吉他走到咖啡店的中间，他让大家安静下来，准备表演。索菲大声说：“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因为汉语相遇，我给大家唱一首欢快的歌。”他开始弹琴，唱了一首西班牙语歌。虽然大家听不懂歌词，但都跟着打拍子。安宇也为大家准备了特别的饮料，他用不同国家的水果做了一款新果汁。他把果汁分给大家，举起杯子说：“干杯，为我们的友谊，
为这个美丽的夜晚。大家都举起杯子，大声用汉语喊道：“干杯！”气氛变得非常热烈和开心。派对结束后，客人们慢慢离开，露娜、健太和索菲留下来帮安宇打扫卫生。露娜一边擦桌子一边说：“这是我在中国最开心的一天，谢谢你，安宇。”健太也点头说：“是的，虽然我们在不同国家出生，但现在我们是好朋友。”索菲笑着拍拍安宇的肩膀：“你的咖啡店有魔法，把世界各地的人连在一起。”安宇听了很感动，他觉得自己做的不仅仅是咖啡，更是在传递温暖。从那以后，每个星期五，世界文化交流夜成了咖啡店最重要的活动。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家店，他们带着自己的故事和文化来到这个小角落。有时候，大家会一起看一部中国电影，学习里面的生词和语法，讨论剧情。有时候，大家会玩一些语言游戏，比如猜成语，即使猜错了，大家也很开心。露娜的汉语进步得最快，现在她不仅能听懂常速的汉语，还能自己写文章了。健太也成功通过了汉语考试，他请大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日本料理来庆祝。索菲依然那么充满活力，她甚至开始学习打太极拳，觉得这非常酷。春天到了，咖啡店外面的树绿了。安宇坐在窗前，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。这是他用来记录客人故事的本子，上面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和国家。他翻开新的一页，写下露娜、法国、健太、日本、索菲、墨西哥。他们跨越了千山万水，带着不同的语言来到这里，寻找属于自己的梦想。门铃响了，一个提着行李箱的陌生男人走了进来，他看起来有点疲惫。男人用不太标准的汉语说：“你好，请问这里可以休息一下吗？我要一杯水。”安宇马上微笑着迎上去，递给他一杯温水，说：“当然可以，欢迎来到世界角落。”安宇看着这个新客人，温柔地问出了那句他最熟悉的话：“请问你是哪国人？”男人喝了一口水，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。一段新的语言交换之旅又要开始了。这里不仅是一家咖啡店，更是世界各地汉语学习者共同的家。故事还在继续，